蛋，传令旗倒了，我们还要守多久？你叫什么？帮我带回去。名字，先告诉我你的名字。赵和。赵和，我记住了。原来死的不够香，就没人看见。死烈子，区一个侧翼魂圣，也敢挡路？他们不是若干，他们都有名字。一人回溯是修正，2人回溯必有一个错误。睡傻了？今天武魂觉醒。爹，做噩梦了。梦醒了就好，活着就行。天斗历2631年武魂觉醒日，我回到了24年前。快去祠堂，别误了觉醒时辰。兽武魂刃影豹，先天魂力6级，算不上顶级，但刃影豹很适合敏攻，若有资源培养，将来至少能成为魂宗。君山的人要会认路，以后走得再远，也别忘了回家的路。这一次，我一定回来。剑哥，你觉醒武魂了，你是不是以后能飞？等你成了魂师，能不能带我去诺丁城？我还没见过真正的城墙。好，这一次我一定会来接你。错误，正在靠近主线。进去以后少惹事儿，真受了欺负也别只会忍。爹，等我放假回家。上一世，我总以为来日方长，这一世，每一次告别，我都要记住。工读生6所还有一个空位，去后院领被褥。我申请7所，7所最旧也最乱。确定。您好，请问这里是诺丁初级魂师学院吗？是老杰克，唐三，我早点去。 6岁的脸，嘉陵关的眼睛，嘉陵关侧翼第3线，后退着战。暗器、步伐，还有听到军令后的反应，他果然也回来了。我们以前见过吗？也许见过。在哪里？一个死了很多人，却只记住少数名字的地方。我会弄清楚你是谁。我也想知道，你这一世准备救谁？新来的七社有七社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谁的拳头硬，谁就是老大。老大除了能打，还要负责什么？什么意思？负责让最小的人挨打，还是负责看着他的饭被人抢走？昨天谁抢了你的饭？骁龙，他们有4个人。我找过他们，可我只有1个人。所以你们每天选一个最能打的，再让他一个人出去挨打。先赢了我，再教我怎么做老大。你不是输在不够强，你是把力气全用来证明自己最强，却没想过怎么让大家一起活。第一，吃饭至少3人同行；第二，年纪小没有战斗武门的人走中间；第三，遇到欺负先留证人，打得过就一起打，打不过就一起回来。回来以后呢？回来找方法，不是一个个出去送。那谁当老大？谁能让所有人少挨一次打，谁就说一次话。真正踩我们的人在门外，别先把自己人踩趴下。他进七宴不到半个时辰，就改掉了这里原本的规矩。新来的打一场可以，但打赢了不代表所有人都听你的。可以。原来是你改了这里。只是让他们知道，
拳头不该只朝自己人挥。听说七社谁最强，谁就是老大。你们谁最强？你打赢了他？只是切磋。那你呢？你和他谁更强？没打过，不知道。那谁是老大？现在没有固定老大，谁有办法谁说话。有点意思。你可以用靠窗的位置，我帮你。我自己会选。你就吃这种东西？捡起来！你让我捡，我就……他们有4个人，你想让他受伤？你可以准备接住他。什么意思？他需要的是同伴，不是替他决定什么时候出手的人。现在捡起来！你们等着！下次别冲得这么快，你刚才为什么不拦我？因为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要是输了呢？我们会接着打。嘿，这一世，小五第一次出手后，最先看向的人不是我。孩子刚到10级，第一魂环不能差。你带他们往森林深处走，费用不会少。放心，我是26级大魂师，外围魂兽伤不到他们。 8岁才达到10级，我修炼了2年，学院说今年如果还没有队伍愿意带我猎魂，就只能继续等。一个没有攻击力的纸鹤武魂，装什么魂环都一样。你的纸鹤能探路，你走第一个，发现魂兽就立刻报告。 4个孩子，1名带队魂师。罗副岛不是来保证所有人安全，他只在乎那3个付过钱的人。两边都有魂兽，至少4只，距离不超过30步。你的纸鹤只能飞20步，怎么知道30步外有什么？纸鹤看不见，但能听见声音正在靠近。继续走，别用胆小耽误时间。老师，后面还有一只。老师，他能用纸鹤扰乱狼群，不要回头，先出去。我不会打架，我真的不会。纸鹤还能飞多远？没有魂环，最多20步。20步够了，你不需要打架，只告诉我他们从哪里来。左后方7步，到幕后还有一只，他要扑了。你为什么相信我？因为你看得见我看不见的地方。他们不是正常捕猎，所有魂兽都像在躲避这种药粉。有人用军用驱兽粉改变了森林路线，曼陀罗蛇也被赶出了原来的领地。 20步外有人，一个大人，一个孩子，他们没有看见树后的蛇尾痕迹。上一世曼陀罗蛇没有这么狂躁。相同的人和魂兽，不代表会发生相同结果。你留在这2棵树之间，铁背狼很难同时扑进来。纸鹤只在20步内移动，不要靠近曼陀罗蛇。你要去救那2个人？我去确认情况。你可以留在这里，也可以在安全范围内替我爆点，自己选。我留在里爆点，超过20步我就收回来。小三，退后！曼陀罗蛇被驱魔药刺激，已经完全狂暴。鬼影没踪，暗器百劫。唐三，你带回来的不只是记忆，还有上一世全部战斗经验。那个大树右后方，蛇尾还有6步。谁在那里？主毛回溯有效，异常附毛来源不明，2条轨迹已经发生第1次重叠。刚才那个孩子认识你？他认识未来发生过的事，但还不知道这一世的我会怎么选。现在更重要的是，谁把边境军仓的驱兽粉带进这里，又想用被赶走的魂兽掩盖什么？前面不是岩石，上面有一只猫豹。他一直在不同影子里出现。他没有消失，只是在阴影中加速。别盯身体，看草叶、灰尘和积水。
他从左边绕到后面，距离你7步。我看见3个影子，分不清哪个是真的。别等完全确定，把你认为最可能的方向告诉我。右后方5步。如果我喊错了呢？那就一起承担，不会只怪你。现在！第一魂技引步，单次不超过12步，必须存在可见阴影，不能穿过封闭墙体，也不能连续使用超过3次。强光和没有阴影的地方呢？都会压制魂技，伤到了内脏，活不下来了。大约110年，能力是保存和重复声音，与听风纸鹤相合。他已经受伤，我现在杀他，是不是只在捡便宜？魂环会消散，他也无法被救活。是否结束他的痛苦？是否接受这份力量？由你决定。我会记住你。第一魂技共听流影，300步内可以共享视觉和声音，纸鹤还能保存一段画面。能保存多久？现在最多30秒，距离越远，时间变长，消耗越大。右后方11点方向，距离9步。原来我真的能帮上忙。你一直能，只是以前没人替你找到正确的位置。果然是你。刚才改变蛇尾方向的人是你。如果我不出手，他会被毒刺正面贯穿。你知道我是谁，也知道老师是谁，为什么救他？因为他当时会死。救一个人，不代表必须站在他那一边。他是谁？白皙，8岁，诺丁学院弓族生，武魂是听风纸鹤。白皙没有被毒刺正面击中，休养2天即可。老师的伤势比上一世轻，许燕没有强走我的魂环，却确实改变了结果。白皙不服从指挥，擅自离开队伍。我们遭遇狼群后，只能先保护其他学生。他失踪是自己的责任。里面的人会质疑你，也可能说你撒谎。你想现在进去，还是先休息？现在进去，我不想再让他替我说发生过什么。你还敢回来？就是因为你乱跑，队伍才会被狼群包围。这条绳索是罗浮岛的第2魂技，他先缠住我的脚，再把幼兽粉扔到我身边。粉末里混有带队老师使用的驱兽香，白皙制服上的残留与袋内一致。这是为了驱赶魂兽，不是诱饵。是老师把他拉到的。老师说狼群吃一个人以后，我们就能逃出去。闭嘴！我在曼陀罗蛇区域见过许剑与白皙。白皙脚踝已经受伤，制服上也有大量幼兽粉，铁背狼仍在追踪他们。这是罗浮岛魂技下的绳结结构，与白皙脚踝伤口完全吻合。罗浮岛暂停职务，交由学院纪律厅和猎魂森林守卫联合调查。第一魂技缠绕，控制目标，同时附带曼陀罗蛇毒性。第一魂技影步，一次最多12步，必须存在阴影，连续3次以后，我会出现眩晕和魂力紊乱。第一魂技共听流影，最远300步，可以共享纸鹤的视觉和声音，也能保存不超过30秒的画面。你一个人杀了夜刃猫豹？是我们2个人，少了他的爆点，我连猫豹的真实位置都找不到。纸鹤能看见食堂什么时候没人排队吗？如果有人在宿舍外偷听，你也能发现。许燕没有抢走曼陀罗蛇，也没有夺走老师。他真正改变的是那些上一世从未进入我视线的人。
从未向任何人提起的名字。没有废物武魂，只有废物魂师。武魂的价值不只取决于先天形态，也取决于魂师如何选择魂环、开发方向和团队位置。大师，你有什么问题？没有废物武魂，然后呢？如果每一种武魂都有价值，为什么学院发放猎魂名额时，低先天学历、侦查和辅助武魂永远排在最后？你愿意展示自己的武魂吗？白皙8岁，武魂听风止鹤，11级魂师，第一魂技共听流影。他右边袖给里有一块坚石，剑尊城外。理论课堂携带危险物品，课后留堂接受纪律调查。后门外有2名学生偷听，左边穿灰衣，右边拿着记录笔。走廊拐角还有一位值班老师，12系后会经过。在团队行动中，提前发现一次伏击，并保留关键片段，价值可能高于正面击倒一名敌人。他的魂技证明了止鹤有用，但获得这枚魂环以前，他等了2年。学院不愿优先为先天3级的侦察武魂安排猎魂队，唯一愿意带他去的人又把他当成诱饵。如果他没有遇见回声雀，或者死在铁背狼嘴里，别人只会说止鹤果然没用。理论证明了可能性，可谁替普通人支付找到可能性的代价？过去11年，诺丁城及周边登记在册的低级魂师案例共327份，48人因吸收错误年魂魂环永久受伤，93人因魂技方向与武魂不匹配，终生停留在20级以下。另有26人死在获取第一魂环的路上。官方记录只写了2个字：意外。有些替代方案没有经过足够验证，所以失败案例也写在里面。理论如果只记录成功者，后来的人就会把同样的错误再复一次命。理论不能只让天才飞得更高，也该让普通人摔下来的时候少断几根骨头。价值需要适配原材才能被看见。我的理论证明了武魂存在更多可能，却没有解决普通魂师怎样安全获得这种可能。如果一种理论只能被拥有资源的天才使用，那它确实还不完整。这一点，你们问得对，我的理论还不够。你在记录我们？证据会损毁，证人会死亡，记忆也可能被全力修改。多留一份记录，真相就更难被彻底抹掉。如果记录本身也被抹掉呢？那就让更多人各记一份。第3苍翼党军仓名义上由边境守备军管理，实际负责人叫邱玄。驱兽粉只能用于边境防线和兽巢疏导，不应该出现在诺丁猎魂森林。药粉数量不少，仅靠一个学院辅导员运不进来。先查诺丁城里的接货人，不要直接碰邱玄。小李在窗外，他听见邱玄的名字了，身后还有一个人放风。肖丽会把消息交给他好处的人，我们可以跟踪他，不需要拿任何人冒险。如果只跟踪，他可能先把消息传出去。我拿着假资料从后巷经过，他一定会来抢。纸鹤能留下最后30秒，沈大哥就能查出他替谁办事。他上次敢在课堂藏石子，这次可能会直接动手。你不是完成计划必须支付的代价。我知道有危险，所以你们先把危险和撤退办法告诉我，再让我自己选。发现3人以上，立即吹哨并撒粉后撤。木匣里只有假地图，即便被抢走也不会造成损失。纸鹤只记录最后30秒，不要为了保存完整过程拖延。你的人必须先离开巷子。我知道最坏结果，也知道你们在哪里，我愿意去。
教务处主路正在换锁，从后巷绕过去更快。一次性隔音混导罩能维持20息，许愿听不见，你的纸鹤也飞不出去。一次性混导器，中心在巷子里，外部强拆至少需要10系。徐侦查秋玄做什么？真正的驱兽粉和登记效藏在哪里？说出真正资料的位置，我就把它还给你。我不知道。许愿主动布置了这场试探，他若为保住秋玄线索杀掉萧烈，就证明他的原则只在没有代价时成立。以前你敢欺负他，是因为你知道没人看见，现在有人看见了。我明知道你们在外面，刚才还是很怕。怕不是失败，下次发现计划超出预估，不需要为了证明勇敢留下。看够了吗？治疗撞伤和魂力反震，你可以自己决定用不用。你在萧厉动手前就到了，为什么等到隔音罩快碎才出手？我看见你就在附近，也知道白皙拿的是假资料，我以为你能在他受伤前进入隔音罩。发现隔音罩以后，你仍然等了数息。我想确认你在秘密受到威胁时会不会杀掉萧烈。第一拳落下前，我已经决定出手，但还是迟了。对白皙来说，迟的那几下就是真正挨在身上的拳头。这一点是我判断错了。我已经没事，你们别在这里动手。你不是不想救他，你只是习惯先判断谁更危险，什么更重要，再决定什么时候救。如果一个人的危险可能伤害更多人，判断就不可避免。判断可以，但在你判断时承担痛苦的人，不该连自己正在被当作试题都不知道。我重生以后从未向任何人提过独孤婆，你为什么知道他？因为你曾经被他抓进冰火两仪眼，也因为那片药谱改变了你和史莱克所有人的命运。你还知道什么？嘉陵关海神3叉戟，碎裂的海神之心。你坠落的时候，小五和所有史莱克成员都在喊你的名字，这些都不属于现在。所以别再假装只是一个6岁的孩子。你从嘉陵关回来，我也是。赵和27岁，家中只有母亲。陈默31岁，左手少一根手指。小满16岁，第一次上战场，半张脸被烧伤。他问我还要守多久，死前没来得及告诉我名字。我没有从未来带回家书，也没有带回兵器，只有这些名字和我亲眼看见的死亡还留在记忆里。上一世的嘉陵门，我不记得你，你究竟是谁？上一世你没资格记住的人。你主动进入七社，又把独孤族写给我，你是回来杀我的。杀了你解决不了问题，唐散死了，还会有下一个人坐到桌子中央，用大局替所有人决定谁该牺牲。那你接近我为了什么？确认你是否也重生，再确认这一世的你会不会继续把所有未来都握在自己手里。我知道战争会发生，也知道谁能阻止它。利用未来情报提前准备，不等于剥夺别人。如果所有人只能接受你准备好的结果，就仍然不是他们的选择。你重生是为了救小五、大师和史莱克，你的新未来里有这37个人吗？我不可能同时救下所有人，必须先保住决定战争结果的关键节点，才可能减少整体伤亡。所以你救你认为重要的节点，我去救那些不在节点上的人。如果你对未来的改变让战争提前呢？那我承担自己的选择，但不会先让他们替一个尚未发生的结果去死。谁在竹林里释放魂技？我们现在不是生死敌人，但只要你继续替别人决定代价，我们迟早会成为真正的对手。他不是回来夺走我的机缘，他想改变的是未来决定牺牲谁的方式。驱兽粉不是临时运进森林的，最近3个月有3辆来自边境的货车在城西驿站换过车牌，其中一名信使今晚会离场。先确认他送的是什么，不要因为印记相似就把人定成罪犯。所以我没有动手，只在他的马车上留下了蓝银草种。上一世的战争虽然惨烈，但关键势力直到特定时间才真正决裂。
现在秋玄县提前6年，说明未来正在偏移。如果剑影过早把低级魂师和宗门推向对立，武魂殿、帝国和各大宗门都会提前布置。到那时，嘉陵关可能不是终点，而是更早发生的灾难。所以所有人都必须继续待在原来的位置，等你准备好。你没有完整未来，也无法判断每次改变会产生什么结果。白皙这次主动配合，但他仍然受了伤，你凭什么继续让他和神院跟你冒险？我不能保证道路绝对正确，也不能保证所有行动都不会有人受伤。那你与用大局让人送死的人有什么区别？我会把危险和最坏结果告诉他们，让他们自己决定去不去。计划出错，也由我承担自己的部分，不把责任推给执行的人。白皙可以拒绝计划，沈燕也可以离开。知道危险以后仍然选择参与，是他们的人生。弱者、孩子和情绪激动的人未必能做出正确选择。选择可能会错，但那仍然是他们的选择。你知道的更多，可以劝导，可以阻止眼前犯罪，却不能因此拿走所有人说不的资格。救命！车要掉下去了！我无法同时控制2个方向。车只能稳住武器。他故意制造事故拖延我们，说明那份密信很重要。放他离开，可能让更多人面临危险。所以我们接下来继续查，但不能因为他可能危害更人，就让眼前的人先被火车拖下山崖。如果信使送出的命令导致另一个村庄被袭击，今晚的选择仍然可能是错的。那是信使和命令发布者的罪，不是这个车夫活下来的错。我会继续追查密信，也会保住能阻止战争的关键节点。不是因为其他人没有价值，而是因为失去节点会有更多人死亡。那你救你看得见的关键节点，我救那些被写在节点之外的人。总有一天，2种选择会正面冲突，那就到时候各自承担，不要提前替别人决定谁该消失。救我的孩子叫许嫣，把名字记下来，我以后要还这条命。异常没有回归主线，反而持续与无关者建立因果。为什么叫禁影？灰烬证明有人被烧过，影子证明有人来过。那些没被记录的人，我们替他们留痕，不拿不知情的人当筹码。任何需要同伴承担危险的行动，都必须提前说明代价。同意以后，情况改变仍然可以退出。不把同伴当消耗产品，所有行动必须有撤退路线和终点条件。不因害怕惩罚同伴，害怕不是背叛，隐瞒危险才是。超过3只会造成信息混乱，剩下4只只按路线送信，不进行实时观察。我和小五要去史莱克，你的等级和实战能力足够通过考核。白皙虽然年龄超过普通新生标准，但他的侦查能力可以通过推荐争取特招。史莱克有魂圣级老师、成熟训练体系和获取第3魂环的资源，比你们继续依靠临时委托积累资源更安全。谢谢，但我不去。史莱克只收怪物，但集中资源培养最有潜力的人，才能尽快拥有改变未来的力量。史莱克能让怪物变得更强，可被他拒绝的人不会因此消失。任何学院的资源都有上限，不可能接收所有人。所以我要建立的不是一所只挑赢家的学院，我要找那些没被选中的人，
证明普通人的力量也可以被组织起来。你们明明都想减少死人，为什么一定要分开？因为他想建立一个不受学院、宗门和帝国直接控制的魂师组织。现在或许只救人，将来却可能成为新的冲突源头。而唐散相信，只要自己掌握正确未来，就应该先维持关键节点。我们暂时目标相近，但决定代价的方法不同。如果你的改变威胁更多人，我会阻止你。如果你的大局又要让无名者先死，我也会阻止你。27级又怎么样？青文藤湖的名额是我家捐给学院的，你没有资格抢。是我先找到他，也是导师先批给我的。林渊恶意袭击同窗，毁坏学院设施，立即开除，并承担训练场全部损失。李恒抢夺我的魂兽名额，还让人从后面拉锁魂绳。训场场有完整留影，留影时在冲突中损坏，无法证明任何一方说法。只有最后30秒，无法还原全部冲突，但足以证明他们隐瞒了第三方介入。正本留影石虽然坏了，我们还有一段附证。我可以请导师收回开除局命，你只要承认自己偷袭，再当着所有人的面跪下向我道歉。我的前途不从你胯下剪。你们是谁？艳影，来找一个被学院赶出来，却没有真正输掉的人。废物收成队，你们是想替抢他打回来？白皙保存了他们暗中拉锁魂绳的30秒画面，沈燕也能替你提交申诉，但要不要现在与他战斗，由你决定。现在打赢他，开除文书也不会自动消失。我要带着完整证据回来，让他们亲手撤掉处分。你的青金藤不该同时缠住3个人。李恒的长枪需要校直线冲锋和完整距离，你只要移动2块木桩，松动一处泥坡，就能让他主动进入你的控制范围。你没看到完整战斗，我只看到最后30秒，所以不能证明整场谁先动手。但我看见2个人从后面拉锁魂绳，也看见李涵的冲锋习惯。这段留影不足以让学院立刻撤销处分，但可以证明他们的调查隐瞒了第三方介入。原始画面已经通过联络点保存2份，他们无法只踩碎一只纸鹤解决问题。你们帮我保留证据，又教我怎么打，想让我做什么？加入静营5人战斗小队，沈燕负责记录和分析，你、白皙和我进入战场，危险、收益和最坏结果都会提前说明，你随时可以退出。跟着你能赢吗？不能，我们没有宗门，没有固定学院资源，我甚至不能保证下一场战斗一定赢。那我为什么跟你走？因为我不保证你赢，但我保证你不用跪着输。我只跟你们走一段，如果你也把同伴当筹码，我第一个离开。不需要等你离开，只要剑影开始强迫不知情的人送死，我会亲自解散他，把他们的能力和路线送到边境。秋玄大人应该会想知道是谁在查第3军仓。有力气又有什么用？猎山盾转身比乌龟还慢，敌人绕过你，你连该挡哪边都不知道。快跑！左轮车轴已经歪了，向右偏半尺，矿车会顺着坡边滑出去。谁让你把矿车撞进沙坑？这一车矿石占了你，重新清理要花多少钱？车会撞到孩子，孩子不是没死吗？矿坏了却要真金白银的赔。右下角的火力断层，只有我们父子知道。你从哪里听说的？没人告诉我。我见过另一个未来里的猎山盾，也见过它最终从这个位置开始破碎。我记得你挡下那道魂技，救了17个人，也记得盾碎以后你没能回来。你能证明那不是你编的故事吗？不能，所以你不需要因为一个故事跟我走。先看我能不能让你挡完以后还站着。盾没有明显受伤，你的肩膀却已经麻了，因为你把每一次攻击都完整吃了下来。敌人出手不是为了撞盾，是为了越过你杀人。你不需要证明盾比攻击硬，只需要改变攻击方向。正前偏左9步，冲击会落在盾面中线以上。白皙报方向，林渊街位置，你只控制攻击经过那里。盾不是一个人的枪，是整支队伍的支点。你说的未来，我现在不能全信，但你看懂了猎山盾，也没有让我只学怎么挡得更久。因为防御的目的不是证明你能死在最前面，是让你和身世后的人都能回来。如果真的有你说的那个未来，这一世我该怎么挡？挡住该挡的，卸掉能卸的，再和所有人一起回来。
武魂本源坏了，爹还能想办法养，人真没了，爹连骂你都找不到地方。我会回来。下一个人叫齐烨，齐家准备把他送进藏阴谷当死士，他的妹妹也会在今晚被转移。那就两边一起救。你妹妹齐宁的魂火已经侵入心脉，没有家族每月提供的寒髓药，她活不过今年冬天。替少主完成3次死士任务，药会照常送到他手里。第1次任务就是用残焰武魂炸开北境魂兽巢穴。你们不是要我做任务，是要把我用完。齐宁患有魂火侵体，不是齐家私有药奴。根据边境药师公约，未成年重症病人可以转入中立药师公会接受治疗。他的药费由齐家支付，外人无权带走。寒髓药的实际费用只有齐家申报数额的1成，剩下9成被写成齐烨的宗门欠债。你们不是治病，是用假债控制2名孩子。我们只救齐烨，不追杀齐家弟子。白皙爆点，林渊差锁链位置，铁哨党执事，我取控制令牌。如果齐烨失控呢？如果他还是想自爆，先让他知道妹妹已经脱离控制，不要用武力逼他相信我们。挡下第1次，再让他自己选第2次。啊！哥，柳药师说寒髓药不是只有齐家有，你不用替他们去死，我会等你来看我。谁让你们多管闲事？一群只会捡便宜的废物！我不需要你们救！一个玩破纸的，一个被学院赶出来的废物凑到一起，就真的能救人了！你最常做的事，就是把齐家骂你的话，再拿来骂别人。他们叫你疯狗，死是一次性魂技。你现在只是想证明自己也有资格这样伤人。你根本不知道，只要我不完成任务，齐宁就没有药。我这条命本来就只够换他活下去。他已经进入中立药师公会，建议你会颠覆3个月药费，之后你可以自己赚，不需要拿命换。这是借款，你活着才有机会还。齐烨身后，锁链，四步。你想证明他们错了，就活着证明，死了只会成为他们口中残星武魂果然只能自爆的证据。这是柳耀一送来的，你可以自己用。不是不需要我们救吗？我不是跟你们，我只是要去见齐宁。路一样，先一起走。柳药师说我不会马上死，哥，你以后不用替我去扎东西了。你先把药喝完，再管我扎不扎。夜影先行垫付，所有费用公开记录，你以后可以通过任务分期偿还，没有额外利息，也没有卖命条款。资源不够还平均分，真遇上危险，脆弱的人吃饱了也不一定能活。我是禁影核心成员，但不进入5人正面战斗编制。行动时，我负责证据副本、对外联络、撤退点和伤员交接。因为你不敢打，因为把最擅长记录和分析的人塞进正面战场，不叫勇敢，叫浪费位置。每个人都该做自己最能做的事。任何计划需要同伴承担额外危险，必须提前说明目的、代价和终止条件。同意不代表不能反悔。情况变化，任何人都可以重新选择。如果牺牲1个人真能救10个人呢？先问那个人愿不愿意，没有他的同意，不能替他为他。他不同意，10个人都死了呢。那是所有人一起面对的困局，不是强者有权随便拿走1个人的理由。每次行动至少准备1条撤退路线、1处集合点和1份证据副本。谁负责断后，必须提前确认并设置接应时间。如果只有我能挡住呢？你可以选择挡，但不能命令所有人把你留下。你有留下的选择，我们也有回来接你的选择。真正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们未必敢回头。把每场战斗都当成最后一场，不叫有本量，只是懒得想怎么活。送钱，说明危险，所有人有权退出。如果我每次都怕，每次开始前都想退出呢？那就每次都重新选。怕不是背叛，隐瞒危险，逼同伴装作不怕才是。如果我先说退出，后来又想回来呢？只要战术还允许重新加入就可以。规则用来保护人的选择，
不是用来惩罚犹豫。如果我现在烧掉规矩再离开，你会不会因为我知道太多，先杀了我？你可以离开，纸也可以烧。规则不是靠纸存在，是靠我们以后每一次怎么选。我离开后把秋玄和驱兽粉的事卖出去呢？真正泄露以后属于背叛，我们会阻止你。但在你做出背叛之前，我不会因为猜测先给你定罪。写下名字，不代表终身服从许燕。不代表，它只证明你曾经加入，拥有什么权利，也记录剑影需要对你承担什么责任。任何人离开，名字也不会被抹掉。退出组织，不等于过去没有存在过。不再被当成异性魂技，也不拿妹妹的命逼我送死。信为什么现在才到？中间一个山路联络点被人破坏，他绕了远路，至少晚了1天。回村们可能会直接撞上秋玄护卫，这不是夜影公共任务，你们可以不去。规矩说我可以退出，没说你能替我退出。你回家，我替你挡路。少废话，既然签了名字，我就先看看你说的同伴是不是真的。这不是普通商队，是给猎户村和附近3个村子运送应急药材的队伍。气味和颜色一致，有人从峡谷北口撒下驱兽粉，把整群岩甲柴管到药车必经路线。药材原定昨天到达，已经晚了整整1天。如果猎户村真的发生冲突，切断药物就是提前准备好的第2步。别进来！柴王能指挥兽群，先去附近军营求援。留在这里会继续耽误回村。这些药就是送进村子的，药车被毁，我们即使先赶到，受伤的人也可能没有药救。15分钟打开道路，药队跟我们一起进村，超过时间放弃火车，只带药品和伤员撤离。白皙保持吃3只共享纸鹤，不再增加。邻里改变左侧地形，把柴群逼进中央峡道。铁睡守峡道，只卸力不追击。齐夜一次爆发打散兽群，之后立即退回。我伤柴王前腿，逼他带群撤离。你不进正面战场，留在入口保护伤员，收拢药品，记录驱兽粉位置。香燃近1半人未开路，我发出撤退信号，任何人不能以断后为名擅自留下。路线合拢，铁鸮接住！正前偏右，下一只藏在左侧岩壁后。急，退得对，少夸我，柴王还没走。右侧2只合围，柴王要从上方扑，左前腿内侧有一块没有岩甲。14名队员，3重5轻全在，药箱完整21，烧伤止血药无损。你们是什么学院的？不是学院，我们是焰影。不是单纯利用魂兽拦路，有人先破坏绳索，再用驱兽粉赶来柴群，目标是让这批药彻底进不了猎户村。沈燕带药队稳速前进，5人战斗小队先回村确认。白皙、刘一鹤保持联系。没有战斗痕迹，村民都在，黑烟只是烧荒。金哥，金哥，我快被你累断了。活着就好。
6年没回来，一进村就拔刀，你是回家还是回来拆村子的？高了，也瘦了，学院没给你饭吃。许叔，景哥还带回4个会魂技的人，还有一个运药的记录官在后面。阿洛，你今天去过村西仓房，这个疯蜡是从哪里来的？中午我在村西小路发现一个受伤大叔，他穿着军服，肚子上受了很重的干裂破伤，说有人追他。我把他藏进仓房，给他送了水。他把几张纸塞进夹墙里，说这些东西不能落到追他的人手里。不能让村里人知道的太多。追我的人会寻赶上献祭过来，发现我躲在这里，整座村子都会被灭口。我本来想等许叔回来再说，可那个大叔出去以后一直没回来。夹墙里的纸还在吗？我没有动，只有我知道在哪一块木板后面。韩松，第3军仓合帐员，3日前被秋玄列为盗取军情的逃犯。他不是普通逃兵，他带出来的很可能是秋玄付账残业。先转移证据，再准备村民撤离。追兵如果知道韩松进入过仓房，第一目标一定是夹墙。我们不是秋玄的人，阿洛已经告诉我们仓房夹墙的事。他们知道我进过村子。我出村后被他们追上过一次，他们搜走了外层军需单，也看到我身上的麦壳和蜂蜡，我趁魂兽出现才逃掉。他们已经找到仓房了，2个人在门口检查干血剂，另外至少2个人藏在村外高坡。铁销户将花送去祠堂，沈烨准备村民撤离，紫银渊封住村西道路，白皙盯住所有弩箭位置，齐夜跟我去夹墙上夜。我知道夹墙是哪一块，我带你们去。你把位置画给我，然后和许叔去祠堂。仓房已经被盯上，你不能再靠近。你明天还带我去诺丁城吗？等今晚结束，明天就去。城墙、堂儿，一个都不少。副长残院就在仓房，剑营已经回村，不能再进去搜，直接焚掉证据。伤亡血城流民窝藏逃匪自行纵火。弩箭正对仓房，里面有小花和小石头，后门也被封住了。外面有人吗？门打不开！证据先交给沈渊，你留下只会让他们继续向村里放箭。正本分开保存，拓印走纸鹤联络点。即使祠堂被攻破，证据也不能全部消失。最后一页有猎户村的处理命令，他们原本只想烧账，现在被看见以后，会连人一起灭口。徐家到齐，周家到齐，林家少2名孩子，小花和小石头仍在仓房。许燕他们已经去救人，你不能过去添乱。是我下午跟他们说，2桶后面最难被找到。小花藏在东边空桶，小石头躲在最里面的账箱后面，他们不知道后门被锁了。小石头害怕的时候听不见别人喊，只有这个哨声能让他回应。我得把哨子给击落。你留在这里，我替你送。军需合帐员韩松盗取边境机密，猎户村窝藏逃犯，交出韩松与副帐残业，守军不追究其他人。帝国通缉需要监察印章，
你手里只有秋玄自己的军仓印，把残页交出来，否则猎户村所有伤亡都由你们窝藏逃犯造成。残页已经由多人见证分开保存，拓印也正在送往3个联络点。你现在烧村，只会再多一项灭口罪证。那就先让能作证的人闭嘴。铁骁，司旁正面2只，林鸾，要车右上方1只。铁骁守人群，林鸾封侧向，白皙继续爆点，齐野跟我救孩子。所有人沿开花藤慢走，别停在盾后，进祠堂。有花的路安全，没有花的地方不要去。我可能以后抓，孩子没有以后。除小花和小石头外，所有住户已进入祠堂。第3只纸鹤改为监视村口，不要继续搜索空屋。小花在东侧2伞后，小石头人看不见，仓房中间的烟太厚了。东侧第3排2桶，向里7步。闭眼，抱紧我。是小石头，2短1长，他还在最里面的帐箱后面。位置已经告诉他们了，你不能进去。里面有3排一样的帐箱，只有我知道哪一只下面有空洞。铁骁，仓房承重住，他要把房子直接打塌。阿洛，回来！小石头在左边第3只帐箱后，箱子下面有个空洞。屋顶中部已经断开，剩余承重最多承20些。先救小石头，所有人都要出去。我以为你不来了。我说过躲这里最安全，是我说错了，我得带你出去。先带他，我能自己走。你躲到石梁缸后面，那里暂时不会烧。等我回来，不许换位置。我先送小石头出去，马上从梁缸引子回来。你就在这里等我。明天还要去诺丁城，你不能再迟到。不会迟到。许愿，右前方11点，距离10步，缺口影子能用。阿洛呢？你现在连方向都看不清，进去以后怎么找他？答应回来接他。那就别再一个人进去，藤万给你留回来的路。金哥让我等，可这里要塌了，换地方不是乱跑。看见他了，侧墙最下面的洞，距离外墙2步。阿洛，抓住我！阿洛！质量魂师，药队里谁是质量魂师？不能拔，木刺穿过腹仓，拔出会立刻大出血。燕哥，我是不是去不了诺丁城了？药物只能延缓伤势，木刺伤及要害。最近的治疗系魂师在诺丁城，最快也要2个时辰。铁骁背我们，林渊清路，白皙先发传信。现在移动会让伤势更重，他撑不到诺丁城。别慌，疼。不慌，我们慢一点走。城门还没开，等走到那里正好开门。阿洛
我躲在哪里？你来找我了，我没有被烧死。两个都出来了，都出来了。小花和小石头都活着，是你救了他们。诺丁城的墙真的有山那么高吗？没有山高，但比村口最大的树高。城门能并排走过好几辆马车，晚上街边也一直亮着灯。魂师会在天上飞吗？会，有人踩着剑，有人长着翅膀，还有人的纸鹤能飞很远。城里有唐人吗？有，兔子的、老虎的，还有会飞的魂师。我要最大的。买2个，一个现在吃，一个带回村里。一个就行，同魂币不好赚。这次不用你花钱，我已经能买得起了。秋玄是谁我不认识，那些穿黑衣服的人我也不认识，可他们说烧就烧，说我们窝藏坏人，我们连解释都没地方解释。我们说不想死，他们也听不见。靖哥，你以后要是真能做到他们那里，能不能给村里人留一脚凳子？好，我给你留。不止给我，给许叔，给小花、小石头，给那些不会魂技的人，都留。不管是不是魂师，都留。不用做很高，让我们说一句话就行。我去不了诺丁城了，靖哥，你替我看看。你自己去，明天不行就后天，后天不行就再等1天。你回来了，就不算10月。阿洛，我给你留，不是只给魂师，也给所有连魂师都不是的人。无关节点正在形成记录锚。如果我更早看见高坡，如果纸鹤能撞断弩箭，阿洛就不用进去。放火的是秋玄护卫，轰塌仓库的是护卫首领，封然后门的也是他们。我们的预警和救援哪里不足，神宴会完整复盘，但不能把凶手做的选择改写成你的罪。你该记住自己还能改进什么，更要记清楚真正该负责的人是谁。官方伤亡报告通常会写死7，伤23。我们的记录叫什么？叫无名录。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名字，是因为过去没人愿意写。阿洛哥记得我藏在东边2桶，他明明可以在外面等，却进来找我。不只写他们怎么死，也写他们怎么活过，救过谁，想过什么。否则留下的仍然只是更长的死亡数字。秋玄命令我们把假护具、扣留药材和未发抚恤记进付账。猎户村原定处理方式是夺回残叶，抓捕我。护卫被燕影看见以后，才决定纵火灭口。你是否亲眼看见秋玄签署命令？我核对过他的私人印章，也听见副官复述命令。原件被护卫搜走，但付账残页上有相同批次和司库编号。剑影最初想证明低级魂师也有价值，可阿洛没有魂力，他们仍然救过人，也仍然有权说自己想不想死。从今天起，剑影不只替低级魂师留证，也替那些连魂师都不是，却总被写成若干的人留下姓名。7只纸鹤只能飞到最近联络点，后面的路要靠联络人商队和下一批纸鹤继续传。慢一点没关系，只要每到一处，就多一个人知道他们叫什么。我的队友也死在这种护具上，别再写3人阵亡，写名字。一个名字被一个人记住，仍可能随那个人一同消失；被100个人分别记住，想抹掉他，就必须先让100个人同时沉默。12岁，和我们一样大，他救出2个孩子，为什么军报只写流民冲突？你会帮许燕吗？我会帮他证明秋玄的罪，也会保护证人。但如果他把所有愤怒的人推向一场没有准备的战争，我仍然会阻止他。记录锚已经形成，多人见证能够延缓记忆抹除，却仍未获得主线因果权限。观察异常网络，待错误形成规则，再一次性切断记录见证与因果。
周旋的账不会自己走进听诊厅。继续调查以前，我们先要保证自己不会再在下一场战斗中被逐个拆开。你不是负责挡住所有东西，你负责改变攻击方向，把敌人送到林轩能控制的位置。我挡的不是伤害，是队伍的节奏。对，盾要让别人能继续行动，也要让你自己活着行动。控制不只等于缠住敌人的手脚，地形、视线、距离和他以为安全的退路，全部可以控制。我不用抓住所有人，只需要让他们以为自己还有路。把你确定的和不确定的分开说。右侧肯定有一具，左侧可能有2具，但我看不清先后。这已经足够，不需要把猜测说成答案。右边先出7步，左侧有2个目标，顺序不确定。徐进，你全力爆发后魂力下降70%，时期内无法稳定使用第2魂技。如果第一批敌人只是诱饵，整个小队必须留下保护你。一次把所有敌人烧掉，不就没有第2批了？你看到的所有，只是纸鹤暂时看到的范围。原方案失败，白皙重新报安全阴影，铁西接替前进节奏。你也会判断错？我当然会错，所以你们不是负责服从我，是负责在我错的时候让队伍别一起死。林夕，没有人重伤，也没有人被留在里面。白皙视野，凌乱改路，铁帅控制节奏，齐叶打出破口，我切关键位置。沈燕负责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赢，为什么输，也负责保证有人接应。静影不是教你们怎么死得漂亮，是教你们怎么活着回来。听说你们这支废物收容队教那些没人要的魂师怎么赢，明天公开打一场，让所有人看看废物抱在一起能不能变成强者。可以，但规则、裁判和禁用物品必须先当众写清楚。不过是一场切磋，你们连输都要先给自己留证据。规则不是给输家找理由，是让赢家也不能随便改写发生过什么。青藤2队7人，剑影战斗小队5人，人数和等级已经公开，双方是否继续？继续。2名敏攻都在靠近我，3息息后可能左右夹击。铁硕脚后有地下藤蔓，先向前2步。林鸾，右侧碎石坡可以封路。我已到诱导点，左右目标都在接近。控制不一定要比他们快，只要让他们跑到错误的位置。石甲熊正面，长枪从右上方跟进。铁骁，盾向左倾，别回头。你们力量更强，不代表每个人都能站在最舒服的位置。别管白皙，先找许剑。啊！李恒后方2步没有队友。你有学院、装备和人数，我们只有彼此，但这已经够让你回头找我。好，白皙，趴下！那不是比赛，用暗器。真没有打中我，你别再用魂力了。比赛立即终止，所有人收回武魂。
再动一下，你半年内都别想握枪。这是边境守军对付失控魂兽和重甲逃犯使用的破魂针，普通学院根本领不到。这枚针来自第3军仓体系，完整领用记录需要向边境军方调取，但它至少不可能是普通学员临时购买的东西。谁给你的针？为什么攻击白皙？昨晚领航万甲交给我，说如果许愿压制住他，就先废掉白皙的纸鹤武魂。这是一个边境商人送到青藤学院的，外箱上有秃鹫印记。你拿白皙测试军用破魂针，只为了赢一场比赛？我只是拿到一件能克制侦察器的器具，不知道它来自哪里，所以需要继续查。你是否知道来源？不影响这张交货条指向邱氏司库。你当时可以先喊铁帅，也可以让白皙自己躲。铁帅被释迦熊挡住，白皙来不及完全趴下，只有我的藤能赶上。你知道强行拉冲本命藤会伤经脉？知道，所以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不是你命令我去挡。我以前受伤也不敢倒，怕倒下以后没人接住。刚才我知道你们会接住我。针是谁给的？测试过几次？全活着说清楚。有人教过我，死了只能留下别人替你解释，活着认罪，证词才算自己的。青藤违规使用禁制破魂针，取消资格。来源移交军方，本场胜者燕阳。没错。这护具来自第3军仓，军仓说能挡100年魂兽，眼角牛只撞1次就碎了。队友死3个，军报却写我们失误。这不是护具，是披在人身上的棺材板。正面包薄铁是为了通过仓检，里面填木灰是为了省掉70%材料。别说100年魂兽，成年眼角牛都能直接撞穿。我们真正拿到3瓶，军仓正账却写10瓶全部发放。队长伤到动脉时，我用完所有药，只能看着他流血。有人补签数量，再把少发的药从其他渠道卖出。只凭这张纸不能证明卖给谁，需要找到运输单和实际货流流向。那就先找这些带编号的药瓶出现在哪里。他叫周远山。死讯送来时，军仓说尸骨不全，身份牌遗失，30金魂币抚恤不能发。可身份牌明明由同队人带回来了。军粗看过之后，又说记录上没有他的完整名字。他们先把名字从正账里删掉，再说没有名字的人领不了抚恤。相同批次药物、军仓蜂蜡和4人秃鹰印都在同一只箱子上，还缺他曾从军仓到药铺的运输路线。现在能证明货车从第3军仓方向出现，最终进入邱氏司库，但中间有一段没有直接见证，不能说路线已经完整。那就找实际运输单，运输单一定写着他们用来过关的假目的地。正账月底封存，司库却在封账后继续收货。秋玄需要另一套记录核算实发、私售和扣留抚恤，否则连他自己都无法知道每个合作者应分多少钱。副照可能在第3军仓，军仓人员太杂。韩松说秋玄只在岳母亲自核对付账，地点是他暂住医馆旁的账房。53级，他如果亲自守在账房，许燕的影部进去了也出不来。所以第1阶段不取账，不抓人，只确认付账是否存在、位置、页样和关键内容。纸鹤进去，我们只负责接应。对，确认内容之后再设计证据链，不能因为想一次解决秋玄，就把白皙和许燕送进魂王面前。我只需要1只薄翼纸鹤进入账房，2只中继纸鹤分别停在驿馆外墙和染房屋顶，保持撤退方向。剩下4只不共享视野，只按路线向撤退点送预警。我最多同时分享3只，但这次只共享潜入纸鹤。薄翼纸鹤最多保存30秒留影，不能记录整本账，
所以我会口述烟骂数字，由沈大哥现场记录。遇到必须保存的关键命令，再启动30秒留影。纸鹤出来后，必须实际接触留影时，画面才能转存。任何追踪魂技进入共享连接，立即切断，不为多看一页冒险。明白。弱点不是纸鹤脆，是控制者必须亲眼看见。只要沿共享魂力反向追踪，就能找到白皙。是否立刻转移腹杖？转移会证明我们害怕他看，腹杖留在原位，把听风犬和夜宵护卫调到帐房附近。他想看，就让他先看见我们准备给他看的东西。真正关键页放在夹层，等他靠近以后再收网。这次任务的目标是什么？确认腹杖存在、位置、关键页梦，不是拿到账本，也不是证明我能看多久。终止条件：发现反向追踪超过半炷香，纸鹤受损，任何一项出现，立即断开共享。潜入纸鹤启动，只共享这一只，距离帐房279步。他们超过300步后只能送信，不能把远端画面传回。不要临时连接更多视野。北门巡逻提前，纸鹤暂停实习。桌上有黑色账册，但栏目不对，没有石发和转司库，应该是假账，疑似诱饵。夹层还有一本，栏目是正发、石发、转司库和爆髓，这个才与韩松残愿一致。护具120套，石发40，余料入秋氏铁房，破魂针20支，青藤学院试用1支。护具在第17页，正发120，石发40，余料进入秋氏铁房，破魂针与青藤学院交货条在同一页附栏。止血药700瓶，石发230，私售400，爆镁70。药材在第21页，数字与草药魂师口供一致。周远山30金魂币未发，转司库7号，陈海、罗平、赵石同样处理。第26页是抚恤，周远山30金魂币，转司库7号，后面还有至少20多名字，我看不清全部。记录确定内容，不为看清全部姓名降低纸鹤位置，名单以后从副账和家属两边交叉核查。死期伤23，不入军报；伤亡计入流民冲突，不列军方府梯。韩松与燕影列为袭击军仓的同谋。猎户村的纸鹤已经把名单送出去了。纸鹤看见，不代表他有资格作证。先把控制纸鹤的人写成罪犯，他留下的画面自然会变成伪证。别先毁掉，沿共享链接找到控制者。反向追踪出现，任务立即终止。秋玄赵耿在。死期伤23，不入军报，留影只有30秒，别让石头和我放在一起。真正副账已经被看见，要不要转移？天亮前拆掉副账，关键页单独焚毁，剩余指挥装进韩松的证物袋。既然他们只看见夜骂，就让所有夜骂一起消失。第17页是假护具和破魂针，
第26页是药具，最后一页是猎户村。真正副账藏在黑色账册下面的木下夹层。内容已经确认，后面的行动不需要你再连接纸鹤。别只想着本账，秋玄已经在烧，他也可能是假的。完整副账当然重要，但如果案件只有一本来源无名的账，秋玄可以说我们伪造。我们需要证明3件事：物资从军仓出去，进入秋玄私库，实际领取者没有拿到。林渊取蜂蜡和运输单，铁锹保住假护具运输车与车夫，企业控制转运管事取得私库钥匙和路线牌，许面直抢已确认的关键账页，拿不到其中一项，不准用命不齐。证据可以继续查，人不能重新找。白溪留在矿道撤退点，不使用第1魂技。你负责核对带回的椰木、货号和名单，不负责看见行动过程。如果他们连续换路线的，他只送预设中停信号，不需要你连接视野。我们判断路线变化，不把所有人的眼睛都压在你身上。我退出正面行动，留在这里等你们回来。货不能毁，人也不用死。你们可以留下作证，也可以站到桥外等监察人员。可以不说，但不能先死。上，钥匙和路线牌会替你说一部分，剩下的留到听证厅慢慢问。我去私库，账页全部烧完，账门管事随后从东门撤离。北路甲护车队被截停了！报，成吉思转运管事生擒！临时账房被许健强行闯入。放弃账房管事，先封锁城门，私库账册全部转移，运输车就地焚毁。车辆完整，货物未焚，有2名第三方见证。第17、第21、第26页都对，猎户村也烧掉一半，但日期和死期上23还在。布账证明真实记录，运输单证明假目的地，蜂蜡证明私库接收，货车证明实物，钥匙和收货凭证证明转运关系，车夫与管事是人证，刘颖证明他们正在毁账。我们抢的不是一本账，是让每一份证据都能证明另一份不是孤证。先让所有人相信他们是贼，贼拿出来的真相自然也会被叫做贼赃。他们是不是贼以后再审，这件护具是不是假的，谁都能砸开看看。这批黑铁7日前又从秋氏铁坊卖给了七宝商会，军仓已经付过1次钱，怎么还能卖第2次？七宝琉璃宗替边境军需做担保，秋玄却把已经由军方买下的材料再次卖给我们，宗门不仅损失钱，还替假护具承担了信用。重复货号、叠加蜂蜡和私库回证都能互相印证。我会以宗门军需监察执善身份出席听证。你是发现问题的人，不是拥有所有权限的人。制度文书需要能被追责的成年人签署。明白。你们的任务是护送证人与证物，不参与帝国审判，也不代表宗门签署任何裁定。明白。七宝琉璃宗确认铜批黑铁被重复出售，若不公开审查，宗目将暂停对第3军仓的军需担保。
3日内召开公开听证，听证结束前见影通缉。所有提交人、证人和证物受地火所监察保护。证人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，非魂师，非代表，不得进入大厅。证物由记录官提交即可。宴营5名战斗人员仍涉及另案调查，没有议事席位。听证不是谁带来的人多，谁就有道理。陈述许可不等于议事座位，这里没有你的位置。我知道这里没有我的位置。那你为什么进来？因为你们今天议的是我们的命。让他进来。木凳作为猎户村死者遗物，列入陈述证物。这是阿洛做的，他原本想带去诺丁城，没来得及做。电影成员袭击军仓，劫停运输车辆，绑架军需管事，违法取得的所谓证据不具备可信性。本次听诊先审查护具、药品、抚恤和猎户村伤亡，证据取得方式与宴营组织性质另案调查，不得用提交人身份代替事实审查。按证据目录，从元丰护具开始。同一标准，同一价格，真正护具能挡住攻击，这一件只够让死人看起来穿过军装。第3军仓正账写120套全部发放，副账写实际发放40套。运输单用，送往修械所掩盖路线。司库回至确认货物被接收。七宝账册证明余料7日后被再次出售。七宝琉璃宗确认重复货号真实存在，愿为本宗账目承担责任。我们应该领10瓶，只拿到3瓶，药铺里却有7瓶相同批次的药。你们说他身份不明，所以不能发抚恤，可副账为什么知道他的30斤魂币进了司库7号？我亲手登记过护具、药物和抚恤付账，也看见秋玄私人印章盖在每月结算页上。猎户村处理命令由副官附入，我没有亲眼看到秋玄签署，所以这一项只是间接证词。这张残页可以证明处理费用和司库编号，但不能单独证明谁下令纵火。所以我们还带来了秋玄亲口修改报告的30秒留影。留影只有30秒，前后内容缺失，只和留影也可能被魂技修改。所以留影不是独立证据，报告笔记、付账残页、护卫行动和韩松口供全部能与这30秒相互印证。边境物资短缺，运输损耗和临时调配不可避免，正负账上并行，是为了应对战时无法公开的物资转移，并不自动等于侵吞。猎户村窝藏逃犯，导致护卫与剑影交战，纵火行为若由个别护卫失控造成，我可以承担失察责任，但守住整条边境需要有人承受代价。边境每年死伤数百，若每一件事都暂停军务，逐人追责，防线先崩，死亡只会更多。任务台下面有魂力波动，停止听证，先检查桌底。你可以讲述每一名死者的故事，但国家和军队不能只靠故事运转。阿洛，12岁，猎户村人，没有武魂，没有魂力，想去诺丁城看看城墙。仓房里有2个孩子，小花藏在东侧2桶，小石头被帐箱压住腿。阿洛本来已经在祠堂，却因为知道他们的位置，冲进火场。宋小妮9岁，
把弟弟藏进水缸。陈伯63岁，替村民敲响警钟。周婶41岁，把药箱送到祠堂。你写他们只需要死期伤23，因为他们没有宗门，没有军职，也不会从坟里回来核对你的账。但他们不是同时倒下的7个数字，他们每个人都有一辈子，有想去的地方，有等他们的人，也有说自己不想死的权利。所有人后退！文书官在桌下贴了焚正符。在老大，城中住！小五，先带证人出去。阿洛没能做，但他不能又被人烧掉。贴符的人在那里！会议文书官，右手有金片碎片。活着把谁命令你的说清楚。邱玄涉嫌纵火灭证，解除职权，封锁议事厅，启动监察封魂阵。想走，先把账说清楚。蓝银草只能限制半虚，他的左翼根部在封魂阵下出现魂力迟滞，左翼第3根主羽下方，那里的魂力没有完全连上。29级也敢捣魂王？我挡不了你，我只需要让你落地。邱玄，你不是输给几个少年，你是被封魂阵军方监察和自己留下的证据共同拘捕。邱玄涉嫌侵吞军需、克扣抚恤、伪造军情、指使袭击平民及纵火灭证，押后帝国复审。第3军仓、邱氏司库和相关铁放全部查封。邱玄有罪，不代表奸影所有行动合法。他拥有独立情报网、战斗小队和跨地区联络点，却不受帝国、宗门或学院直接约束，仍然可能成为动乱来源。这项担忧并非毫无道理。揭露罪行与赋予一个组织长期权力是2件事，所以不需要先给剑影权力，先给受到决定影响的人一个可以旁听、记录和提出异议的位置。地方审判结束，议场已经尝试形成规则，现在执行命运清除。无声领域内未经主线允许的声音记录和因果，不具备继续存在的权限。主茅堂3于嘉陵关神位破碎时发动回溯，返回关键节点，属于既定命运的自我修正。傅毛许燕被侧翼无名者死亡回响错误卷入，无神位、无回放权限，属于异常变量。回溯不允许携带未来实体，异常傅毛带回的只有记忆，以及由无名死亡回响形成的灰色因果印记。记忆够了，至少我还记得他们。第1层记录毛，姓名由书册或个人记忆保存，可以延缓遗忘，但载体损毁后仍可清除。
第二层，见证锚，姓名与经历被多人公开知晓，可以抵抗大范围记忆魔说，却不能改变神界对主线价值的判断。第三层，主线因果帽，只有被主公开判认为已经影响主线的真实因果，才能关闭直接删除权限。见证者能够保留记忆，却不能阻止命运直接切断阿洛与你们之间的因果。他的死亡已经发生，删除其影响不会改变主线战争结果。阿洛是谁？无关节点者，未改变神位归属，黑无声，未改变战争胜负。如果命运只记得唐三的遗憾，那我就逼他记住阿洛。记录载体消失后，切断见证者与姓名的联系，无人记得，因果即可回收。主毛没有公开确认异常，你无权阻止清除。见证越多，清除越慢。唐散记录与主线最近。别求求，把名字送出去。本命破碎，伤武魂根基。它一旦破裂，你的武魂根基会永久受损。不是许面替我决定，是我自己选择。记录锚依赖载体，书册可以焚毁，墨迹可以擦除，记录者也可以遗忘。白皙，我记住了。你说过，倒下以后会有人接住。残尽武魂最适合一次性燃烧，以自毁换取短期输出，符合你的最优价值。老子还没学会怎么活，轮不到你替我选死法。你若确认剑影引发的宗门反扑、战争提前、神位偏移与额外死亡，都可能计入你的选择结果。你不需要认同他，才能承认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。记录锚保留信息，见证锚抵抗遗忘，仍不足以关闭清除。唐三记录靠近主线，因此最稳定。先恢复见证关系，让所有人重新记起姓名，才能削弱领域，为主线确认争取时间。低级侦察武魂无法突破神界领域，继续燃烧只会损坏你的武魂根基。别求求，把名字送出去！不是让外面的人来替我们打，是让他们先记起自己什么站在这里。你只管飞，我挡完以后还会回来。我不需要困住他，只要给纸鹤留一条路。燃烧自身可以获得更高效率，效率不值一条命，尤其是我的命。承认许剑真实影响主线，不等于认同他的道路。但如果我拒绝承认，是因为害怕未来责任
我和裴无生替别人做出选择有什么区别？飞快一点，别再让他们死的没人知道！阿洛，12岁，猎户村人，他从仓房里救出了小花和我。阿洛不是流民，也不是数字，他有名字。阿洛、宋小义、陈武、陆婶、林和生、赵大勇、胡和。见证关系已经恢复，记忆抹除受阻，但神界仍可直接切断异常与主线之间的因果。见证锚已经恢复，现在只有主线因果锚能关闭，直接删除。见证锚无法改变主线权限，清除见证者，异常记录仍会失去支撑。就是他！确认以后，许愿制造的所有未来偏移都会成为真实主线的一部分，你将无法再把它们视为可以回收的错误。我不认同许剑的全部道路。剑影拥有独立情报、战斗和联络体系，若没有约束，可能成为新的冲突源头。他改变未来的方法，也可能让原本不会发生的危险提前出现。这些问题都必须被审查。但阿洛救出了2个孩子，周远山的府邸被侵吞，秋玄也因为这些证据被拘捕。他们已经改变了我看见的结果，也改变了现在发生的一切。他们不是许晋凭空制造的工具，更不会因为神界没有记录就没有存在过。主线之外的生命不具备必要价值，存在不需要先证明自己对神位和战争有用。我已回溯主锚身份确认，许晋、晋影、阿洛及无名录中的见证事件已经真实影响当前主线，他们可以被质疑、调查和阻止，却不能被直接删除。我不承认你的道路永远正确，但我承认你们是真实因果。他们不是错误，更不是杂音。主锚主动接纳异常，未来偏移责任已经记录。这是我承担的选择，不是你替我决定的最优结果。现在我们的声音你听得见了。你这次救了我们，我记下，但不会因此接受你替别人定义关键节点。我也没有加入焰影，我只是关闭了不该存在的直接删除线。如果你将来造成更大伤亡，我依然会阻止你。那就等真正发生的时候，用证据和选择阻止，别再用可能把人先抹掉。右边第3根石柱，人形只是投影，真正影核藏在石柱下面。林渊所位置，铁袭改变第1击方向。唐三，封住他撤回神界的引线，最多1袭，一袭够了。位置锁住，最多1袭。盾没拧完成，但人还在。完全燃烧武魂本源，可以在一次攻击中摧毁投影。你的死亡符合一次性魂器，不再被当成和最高效率。我
不是来死的有意义的，我是来活着认这条路的。这回路径封住了，只有一心。左上方3尺，只有那个位置会让藤蔓枯萎，其他都是假象。这不是替天命修正错误，是替被你当成空白的人留下痕迹。你们没有击败命运，主毛权限制关闭了，直接删除，见证毛指延缓了遗忘。你们摧毁的，仅是一道清除投影。1道就够，今天能让1道投影退回去，明天就能让更多人知道他来过。主卯承认异常，神界已经记录，下一次执行清除的，不会只有1道投影。白皙还在，纸鹤也还在。李渊，手需要养，名字没忘。铁骁奇，盾暂时不完整，人回来了。没按他的最优方法死。秋玄能长期侵吞军需，不只是因为他有权，也因为真正穿护防、领药物、等待抚恤的人没有查阅副本和提出异议的位置。建议设立边境知需审查临时旁听记录席，凡涉及低级魂师征调、知需抚恤和平民伤亡，该席位可以旁听查阅非车密副本，记录姓名并提交书面异议。他有表决权吗？没有，他不能决定军务，也不能绕开帝国审查。他的第一步只是让受到决定影响的人能够看见记录，并在记录错误时留下反对意见。临时席的记录名称与首任提交方。无名者临时席，首任记录提交方剑影，记录官沈燕。阿洛有凳子了，现在还不能决定事情，但至少他不能再假装听不见。临时意味着他随时可能被收回，也意味着真正的争夺现在才开始。武魂本源受到命运投影冲击，至少3个月不能进行完整防御，强行明盾可能让断层永久扩大。如果以后都补不完整呢？完整的时候学怎么挡，不完整的时候学怎么让别人接上。盾少一块，人不一定少一条路。前1个月只练单根藤蔓，不参与战斗。第2个月根据经脉恢复情况再增加数量。如果这期间燕影遇到战斗呢？你可以负责判断路线和训练，不需要用伤势证明自己没有拖累。治疗师说普通纸鹤能力会慢慢恢复，本命纸鹤能不能完全修好还不知道。飞不动就走路送信，你长了腿，不是只剩翅膀。你先学会不把自己收手。这张凳子有了，村里人以后真能决定事情。现在只能旁听、查副本、记录姓名和提交异议，没有表决权。3个月后还能不能留下，也不确定。能先说一句，就比1句都不能说强。凳子腿不稳，以后再慢慢加。秋玄只是负责记账和分配利益的人之一，
重复火号最早出现在8年前，那时他还没有接管第3军仓。有人在秋玄之前建立了这条军需链。秋玄被押走后，另外3座司库已经连夜转移物资。临时袭成立会触动更多利益，有人会攻击剑影，也有人会故意冒用剑影之名煽动低级魂师袭击宗门。秋玄被拘捕，军仓和司库接受复审，临时袭也开始施行。你赢了一步。不是我赢，是他们先让名字留下，再逼长桌多出一个位置。如果我没有建立主线因果锚，裴无声会直接删除你们。所以这一次，我欠你一句谢谢，但别把它理解成我接受了你对未来的全部判断。我也没打算因为此联手加入焰影。裴无声只是一道投影，神界已经知道我承认了你们，下一个执行者可能绕过无声领域，直接改变我们周围的人和世界。我仍然认为你的组织存在失控风险。如果焰影利用无名者袭煽动仇恨，或让战争提前造成更多死亡，我会阻止你。如果你为了维持既定未来，又把眼前的人当成必要损耗，我也会阻止你。即使我能证明那样会救更多人，那就把证明、代价和选择都摆到他们面前，不要只因为你知道未来，就默认自己拥有最后决定权。我不知道你和哥最后谁会对，但阿洛想看的城墙，想吃的唐人，不该因为你们还要争论就被忘掉。承认他们存在，不等于永远同意他们。你们可以继续当对手，但别再为了证明自己正确，把别人先推到前面承担代价。第一册共记录413人，其中176人的死亡原因仍未查明。空白不是因为没人死，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叫什么。临时袭随时可能被收回，秋玄背后的人也会反扑。铁鸮和林鸾暂时不能正面作战，白皙的侦查范围也下降。接下来危险比以前更大，任何人现在退出都不算背叛。我说过只走一段，现在一段还没走完。完整盾挡完整攻击，半面盾就鲜血挡半边。别把每次出发都说得像遗言，我还等着找到一条不用死的路。阿洛的凳子已经放进去了，我们接下来还要做什么？让那张凳子不被收走，让更多人知道自己可以坐过去，也让坐过去的人不能用无名者3个字替所有人说话。无名者席也必须接受记录和监督，否则新位置一样可能变成新的权力中心。以后不是为了死的有意义，是为了活着上桌，也为了上桌以后还能听见别人。一群凡人为什么能让主谋主动修改因果判定？因为异常获得了记录、见证和主谋承认，他已经不能直接删除，只能通过现实因果摧毁。那就让他们自己证明，这条路只会带来更多死亡。大人物决定未来以前，先听我们说一句，我们也在这里。